大家好，今天10月4号还在放假，不过好的一点，比特币价格现在已经是站上了我们散户的生命线这一条最红色的20MA，而且价格已经来到19600美金。不然今天视频来跟大家讨论一下，前几天跟大家讲过，美元指数在114的高位，它是一条插线的一个压力位，有可能真的是一个目标位。现在是大跌，包括美债收益率，前面2天跟大家讲，在高位的时候。它有2个摆向，一个是高档的流星，还有一个是高档的吊人线。那昨天晚上大跌，包括美股现在是也涨上来了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比特币站上散户的生命线，压回全部都是买点，线上不要做空。那另外等下再跟大家聊一下4个小时的指标，这一次有没有可能走成钝化的迹象？包括 MACD 昨天讲的12根柱子以及 KD 指标背离方向，有可能就是往上看的。而且4个小时的丝绸线现在也是走好，等下来跟大家探讨，包括日线级别的这个 K 线图的组合，现在也是有发现，就是同一个主力啊，它是再走了一次上升三法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，B 样 OK 永久返佣20%，或者是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啊。那么来看一下盘面嘛，其实现在是终于上来了，日线就是在走一个多方的吞噬。吞噬已经是出了很多，这个也是吞噬。现在是大陆还在放7天的国庆长假，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等到大陆假期结束以后，有可能都已经涨高了，然后有些人可能又要进来追。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，既然是站在我们20MA 散户生命线的上方，现在你就不要做空，压回全部都是买点啊。当然前面一段时间天天在跟这个位置天天跟大家讲18800做多，你不用设止损啊，利用少部分的仓位，你去赌一把，有可能18800赌对的话，未来真的去10万。那你在这个位置不设止损，以后如果真的飙到10万，就看你开的杠杆倍数，你是50倍还是30倍还是10倍，做多的利润会非常的爽。所以尽量现在还是一样，就给我抱住啊！如果在这个低点没有设止损，当然也要控制仓位，不是说不设止损你就把身家全部压进去啊！我个人是不敢这么来压的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还是一样往上看啊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，上一次这个吞没的时候，1、2、3根下跌，它后面是这样子上去，就是类似一个上升三法，正常的上升走势就类似不断的走 N 型，3根下跌，但是它低点不跌破这个位置，然后再来一根突破，现在也是一样哦。这3天跌了3天啊，没量，现在是一根大的又出量了，这个量价形态是不是够健康？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方向就是往上看，它现在是再走了一个上升三法 N 型啊 ，N 型昨天在这个低档的时候，我也是在担心啊，有没有可能真的再跌破6月份的这个低点17000，有没有可能这样子跌破？我的观点是现在也不排除是。还有这种可能性，但是要像这种大崩盘可能性，我觉得是并不大啊。因为昨天已经跟大家讲的一个理论，一个皮球你从高点最高点69000跌下去，看它的反弹的力道，如果是有达到一个0.382，皮球这样子跌下去，反弹的力道够大，有可能它才会再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跌幅。但是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是，它这一次从48000跌下去的反弹力道，根本连0.382都达不到，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主力不想给空方更高的一个点位，让他们去做空啊，就是给空方造成一个情况，哎呀，感觉在这个区间或者是这个区间有可能会被你空到，但是下去并不会很深，也没有进行一个瀑布，把这个低点给它跌破，或者是甚至去15000、12000，就是因为它这个位置已经弹簧不断的在挤压。那我的观点是，弹簧挤压的有多长，有可能很有多长，数的话就会有多高。你尽量最近是少去做空啊。其实从这个区间开始，我也没有去做空，我也是没想到它真的会跌得这么深。那另外，我们再来看一则消息的报道，就推特上面的这一则新闻啊 ，Bitcoin will be legal tender, it's not an opinion, says Mexico senator。墨西哥的一个议员他是讲到。比特币将会成为他们的法定货币，而且这不是建议啊。那现在比特币又有法币要来了，
第三棒是不是第三棒真的要由墨西哥来接棒？因为第一棒是萨尔瓦多，第二棒是那个中非共和国，那现在第三棒，而且这几天也是有看到消息，俄罗斯的央行也是督促银行要把加密货币、比特币等这些东西设为一个资产来对待啊。那我们再看一下最近的一个美元指数啊，美元指数其实上一次在这个114的高位的时候，周线我是有跟大家画了有一段时间了，就这一个05年或者是07年的这几个低点，你连起来的一条倾斜的压力线，它是在09年、10年的这个高位过不去，然后在15年、19年、18年的这个高位也过不去，这一次是在22年也过不去，有可能这个位置真的就是一个顶部。现在是有发现啊，前几天我那个视频跟大家讲的时候，就是这一个美债收益率，它在高档的位置是不断的出败相，这样子井喷的行情出了一个流星，又出了一个高档的吊人线，那现在下来，反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，既然美元指数在那么高的高位，美债收益率现在也是在跌，不排除风险资产，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大机会啊。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4个小时的一些图形啊，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到，它3个低点是不断的在走低，然后指标是在背离啊，背离就是有可能就是会出转折，这种操盘你如果是超短线的，有时候可能会非常的爽。昨天其实也是给大家信心，有可能背离的话，这个位置不排除不一定会跌得下去啊。而且 MACD 指标12根啊，12根，那我们再观察一下，现在是零轴啊，它直接过了零轴，4个小时零轴，而且是指标在金叉的结构，反正压回全部都是买点，不排除它短期涨高了以后会不会在这边震荡，震荡完以后可能会再去挑战。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其他的一些指标，其实这个 KD 指标现在是来到80上方，我们这一次去留意一下，它有没有可能如果是强势的超强势，要进入80上方强势钝化个一段时间，有可能这一波只要时差全部都是买点哦，因为我也是有发现 WR 指标，你可以观察一下，非常的强哦。WR 指标是反应速度最快的一个指标，其实早在这个位置过50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是站在空方，我的观点是你就应该赶快转多了，就是这个位置过50啊，特别是这条环射过50，现在是都已经来到20下方，那现在 WR 指标已经在钝化，包括布林线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其实现在布林线这一个中轨也已经开始变绿了，有可能就是一个波段要开启啊。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4个小时的这个丝绸线啊，丝绸线已经走好了，前几天也是有跟大家讲的，这个 25K 高点下来的时候，它是在这边测了一次这条最红色的60 MA， 还有这个位置也测，这个位置也测，测了3次，趋势就扭转。那这一次从 23K 的高位跌下去，也是4个小时，测了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已经扭转了，所以有可能4个小时现在趋势也是形成，而且是日线级别，昨天也是在给大家重申，从48000的高点，它的丝绸线这边测过1次、2次、3次，然后这一次也是有过了这一个丝绸线的60 MA， 已经测了4次了，不排除趋势就是有可能要扭转了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扭出。